海压竹枝低复举，风吹山脚会还鸣。不嫌屋漏无钱处，正要群龙袭甲兵。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茶，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鬼话怪谈。咱们本期接着讲《天涯神帖》轻浮古书连载篇。如果还有没看过上集内容的小伙伴，可以点击视频下方链接跳转。那咱们废话不多说，阿茶继续带你回忆那段尘封已久的记忆。一切事情的起因都源自于我奶奶在临死前给我留下的那本古书，里面记载了各种各样的秘术，这也让我开始慢慢接触到了这个世界不一样的一面。从被人称为黄梅师太的姨奶家回来，我就在想，其实要真用书上的东西能帮人一把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但一定要看好这件事儿我能不能做。如果成功，那得来的钱都得拿出一半做善事儿，总之万事小心就行了。期间姨奶又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那个害我的术士短时间内不会再来找我的麻烦，但是一旦我身体再次出现之前类似的情况，就赶紧烧纸鸟传信给他。我呢肯定是言听计从，而且回家就把桃木剑挂在了门上。时间来到1周后的晚上，我正洗衣服呢，就听见有人敲门，过去一看是个30来岁的女的，看见我就问，你是不是会术法？我就有点纳闷了，她怎么知道的呢？我说你哪儿来的呀？他说是有人介绍的。那我就知道了，不用想，一定是上次那个师奶这次不好意思来了，才托人过来找我的。但是我本想说自己不会的，主要是真怕惹麻烦。谁知道那女的一点不客气，直接就进了屋子，眼睛到处扫，边走还边说，这次来是想托我办件事儿。我说我没本事，别求我了，我不干。他还没等我把话说完，就从包里掏出来1万块钱，还带着一点本地腔说，小伙子，这个就是提前先给你的1半定金，你一定要帮我，后面还有1半再给你，您看着办吧。如果不答应，那我今天也不想走了。不过呀，我建议您还是先听听，我说完了你肯定感兴趣。这个女的给人的感觉好像以前就接触过类似道士之类的人，说我们这类人都喜欢3请4教的，所以今天直接一点。他说他公公卧床3个月了，想让我给他公公弄醒，哪怕只是一小会儿都行。我问是不是瘫痪了，他说医生说的是瘫痪了，跟植物人差不多，但是他们不相信这个结果，一定有什么办法能让人醒过来。他也是听别人说的，我有一次帮一个小孩收魂，所以才找到了我，想着既然小孩都可以，那他公公也一定行。说完就给我留了电话，说让我考虑好就打给他，反正钱就搁这了，之后就潇洒的走了。这操作直接给我干笑了，啥意思？好像我被嫖了一样。不过我吧，纯屌丝一个，贫穷，所以思来想去，这单还是接了吧，就是得想想怎么应付。以前小时候见过奶奶招魂，但是年纪太小，记得也不是特别清楚，应该是手里举着个东西，还拿了个木盆，在村里到处走，最后把人魂招来的情节。现在想想还挺神奇。如果那老头真的是魂可以招回来的话，也未尝不可以试试，毕竟几万块钱呢，一半我做好事，一半留着。于是我就给那个女的打去了电话，说要是不成功，钱你拿回去，你呢也不要怪我。他人也很客气，还说就算不成功都会给我辛苦费的。第二天他更是如约开车来接我，到了目的地我一看，好家伙，高档小区，家里还有保姆。再一进屋就看见他跟我说的公公了，骨瘦嶙峋的老头躺在床上盖着被子，旁边还有医学器材。他说这还是医院有认识人才让回来的，每天都有护士过来帮忙检查。而我呢，则是在回忆书上说的，年老者形容惨白，卧榻不起，眼珠俱上，舌苔发黑，天灵盖下凹，脚底僵凉，为魂不附体。此种3魂游离，七魄动摇，若不附会3魂，7魂皆散，命难保。对着书上说的，再一看老头，确实症状都对，说明真的要招魂，但我也不敢确定啊，毕竟这次是个大单子。于是我就打算用一招书中第2章记载的举幡招魂法，这种是专门对待昏迷不醒的招魂法子，要准备五彩锦绣灵幡1个，还要准备一个海碗，海碗里放糯米，糯米里埋着一个写着老头生辰8字的纸人。现在我就先不一一列举了，到了招魂的时候咱们再说。不过这种术法唯一要小心的就是容易招来别的孤魂野鬼，而且不同于大家平时听说的在门口喊什么的，书上说正确的招魂得农历单日子的晚上才可以进行，
今天正好是双，所以得明天。我也如实跟他说了，他还给我1000块钱，让我买招魂需要的工具。然后到了第2天晚上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就带着师太给的护身符开始了招魂仪式。首先是要在老头脚底点上油灯1盏，这是必不可少的，叫守命灯，需要长子守灯。老头手里还得拿着金银纸钱，这是回魂时候给那些纠缠的孤魂野鬼的。至于我这边，则是要手举五彩锦绣灵幡，灵幡上写着金童玉女接引，另一只手拿着碗，碗里糯米写着生辰8字的纸人露出头来，老头名叫文庆生。之后我就开始在房间里先喊文庆生的鬼魂，你听我喊，我喊到你，你就快快来找我。紧接着我就要出门上天台，因为高的地方容易招魂。到了天台继续喊文庆生的鬼魂你在哪儿？田间地沟的鬼魂是不是你？破瓦寒窑的鬼魂是不是你？桥头河畔的鬼魂是不是你？喊完立马烧纸钱，然后拿着五彩灵幡不停地晃动，边晃边说文庆生的鬼魂，你若看到我，就跟我的灵幡快回家。喊一会儿就得烧几张纸钱，我喉咙都快喊哑了，都没见灵幡上有什么动静。期间还得注意碗里的纸人，如果纸人从糯米里全都出来了，那就说明成功了。可是今天晚上叫了一夜都没管用，我呢就说明天再来试试，因为书上说第1次不行就得第2次，但是我连着2天都不行。就在快要放弃的时候，好在第3天晚上终于是把人家的魂给叫了回来。当时碗里的纸人还真从糯米里出来了，我就赶紧把这个拿回去烧。烧的时候得从纸人的头开始，烧完跟碗里的水一搅喂给老头喝。之后过了能有10几分钟吧，就听见老头咳嗽了一声，慢慢睁开了眼睛。这时候他家里的一些人也都过来了，反正我是不认识。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老头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别的，就是让他这些亲戚子女赶紧都出去，只留了我一个人在房间。我心想你要干嘛？难不成要感谢我分我一半家产？但事实证明我想多了。这老头跟我讲了他神奇的经历，他说自己刚才好像去了阴曹地府，说是那天下午睡觉的时候看见有2个模糊的人站在门口嘀嘀咕咕的说话，当时他浑身就不能动了。后来这2个人就把他从床上给拉了起来，之后就是一片漆黑，看不到人长什么样的环境里，不知道走了多少天。期间那俩人一直在那数钱，又说有个小伙子找他，先给他上来看1炷香的时间，看完就要继续带他走，再也不能回来。说完老头就开始哭，说他不想走，但是没办法。一会儿那2个人就得过来接他，还说自己一眼就看到了我，说我一定就是那个小伙子，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给那2人钱，让他们永远不要来找自己。你说这种事儿叫我怎么弄吧，我只是做个招魂的法事而已，如果真的是寿命到了，我也没办法。然后没过一会儿，老头那些儿女就进来了，让我先出去一下。至于他们在里面跟老头商量的什么，我不知道，反正能有1个小时吧。就听见里面的人开始哭，再进去一看，老头已经躺在床上闭眼断气了。最后等我走的时候，他家里人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不停跟我道谢，接着又给了我一个信封，里面是整整2沓钱。不过我是真不明白老头说的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但是我感觉应该就是回光返照吧。这招魂把他喊回来，然后交代遗言什么的，反正挺神奇。这件事之后呢，我就把1半的钱用来做了善事，捐给了山区的贫困小学，剩下的钱自己留着。这里肯定有人要说了啊，你应该全都捐出去，你咋不捐呢？对于这样的，我就俩字儿，傻逼。我又不是无私奉献的大神。话再说回来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次替他家给老头招魂的事儿，才有了之后的第2件。但不是每一件事儿都能很顺利的进行。关于招魂，我当时还特意告诉他不要外传，不过他还是介绍了一个人过来，这回是一个30多岁的男的。当时是那个阿姨打电话提前告诉我的，也算他客气吧。打电话跟我说自己真没跟别人说，但是这次这个比较特殊，而且这个男的以前帮过他们家很多忙，自己也是欠人情没办法，所以才给了我的地址，说我到时候就算不答应，见了面聊几句，推辞了就可以了。那既然那个阿姨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来就来吧。那人呢是个70后，平头，个子不高，瘦瘦的，像是个生意人，因为脖子上还戴着大金链子。一来就问我抽不抽烟，我说我不抽。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下具体情况，
说他妈妈刚刚去世，60岁的老太太因为本身就有病，那天就快不行了。老太太生前的意思呢，也是想回去死，毕竟落叶归根嘛。于是孩子就带他从杭州大医院赶回了临安老家。当时是他和老婆、孩子3个人在床前，还叫了专门置办丧事的人，要给老太太换身衣裳。这里估计全国大多数地方都是这个习俗。可是办丧事的人正要换呢，老太太直接坐了起来，一把把那个人推在了地上，瞪着眼睛就说：“谁都不能碰我！”说完就躺下睡觉了。在场的人全都吓傻了。由于这个事儿太蹊跷，所以就没人敢碰老太太。加上他们家正好信鬼神，办丧事的人就说怕是遇到邪门的事儿了，也不敢送去医院。原本都准备告丧了，后来都不敢了。4个人是守口如瓶，不能说出去。我就问他，至于那么害怕吗？老太太不是你妈吗？他说当时等我们跑出来，老太太就醒了，然后就在里面摔东西，房间弄得乱七八糟，还把门给关上了。后来我们偷偷开门，就看见我妈躺在床上，好像特别生气。我儿子才10来岁，吓得嗷嗷直哭，也是真没辙了，我就把门给锁上了，守在老家，到点就送点饭进去。但是只要一开门，我妈就在里面骂，叫关门。那个办丧事的人也没什么本事，后来他还请了道士和尚来，可是有的道士来了就画个符贴在门上，也不进去。和尚更是不行，只会念经。其中有个胆大的，刚进去就出来了，脸都被抓花了。听他跟我讲完事情的经过，我的个妈呀，听得我浑身都嘚瑟。他反倒是一直低头，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老太太死而复生。我是能理解他的心情的，虽然我也害怕毁容找不到媳妇儿，但最终我还是于心不忍，说让他到外面先等我一会儿，我去房间考虑考虑。其实我吧，就是找个说辞，好赶紧学几招书里的术法，想着有没有接近这种情况的招呢？招魂术、辟邪术、诈尸。翻来翻去，我就看中了一篇叫《白莲神婆打鬼秘术》的章节，仔细扫了一遍，或许这一篇能帮得到我。最后磨蹭了快1个小时，我才挂上姨奶的护身符，带上书，顺便又把墙上的桃木剑取下来，之后才出了门。如今我有2件护身法器，我看哪个鬼敢来搞我。因为白莲神婆打鬼秘术里有一些需要提前准备的东西，得在沿途下去买。不过他说我要的那些，之前那个办丧事的家里应该都有，所以我俩就开车直接过去了。那个办丧的是个50多岁的老头，一开始还问我是谁，委托我那男的就说是看事儿的，估计老头也是看我年轻不太信，就要跟着一起过去瞧瞧。而委托人的家呢是在临安的农村，这边山多都是自建房，专门给老太太住的。他和老婆孩子则是住在杭州，因为老一辈的人嘛，认准了1亩3分地儿就是一辈子，哪儿也不去，所以就一直留在了老家。刚一进院就看到他家是2层小楼，老太太住在1楼的房间，门上上着锁，还有几道烂掉的符，也不知道管用不管用，越看越像是印刷的。等我到了门跟前还真有点害怕了，主要是我怕一进去他冲过来掐我怎么办。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，我也只能硬撑着走了进去。随着门锁慢慢开大，我就感觉像是到了太平间一样。那个之前办丧事的还伸手进去把灯给打开了，然后赶紧缩回来让我进去看看，还说他关门了不锁，有事就喊他开门。妈的，拼了！走进房间，眼前的就是一个侧身向里的老太太躺在床上，房间乱七八糟，还有一股腥味儿。按照书中说的，白莲神婆打鬼之前要上香设坛，请白莲神婆坐镇打鬼。香前架2-3糯米，香左摆铜钱1串，香右打鬼柳条1根，柳条得1尺长，不能长也不能短。香后设鬼铃铛1个，跪地叩首，额头要磕到地上那种。随后烧5彩纸钱，奉请白莲神婆仙驾助我驱鬼。烧完纸再站起来摇铃铛，都不是我说，真跟鬼片里一样，一边摇一边喊天地人神各归位，该来的来，该留的留，该走的走，莫要乱了3纲5常，乱了3纲5常，下不得阴曹，上不得5行界地，各有各的苦，各有各的乐。其实书里说这一段是吟唱出来的，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唱，只能照着念了。如果那个老太太是鬼附身，这时候应该能起作用，可我看人家还在那好好的躺着呢。于是我就准备再拿柳条试试，小心翼翼地走到他跟前，用柳条在他身上轻轻碰了一下，碰完我就赶紧跑到了门后，扶着门继续看着他。大家可以想象到我当时的怂样了吧？不过老太太依旧没动，说好的柳条打鬼呢？
是不是我下手不够重啊？于是我又走到跟前，心想着老太太得罪了，我再打你一次试试哈，别怪我。可这次还是一样，没有任何反应。不会是死了吧？我用手去推，发现身体僵硬，于是拉了他的胳膊。就在这时候，我突然发现他手上那个指甲吓死人呢，黑黢黢的，还挺长，说不定生前就是干刨坟的。现在可怎么办呢？我呢就走到一边，小心的拿书出来看。可能是方法不对，正看着呢，不知道哪儿来的风把书页给吹翻页了，一股子阴冷直逼心口。再一看，我去，床上的老太太不见了。等我回过神儿，就觉得后脊梁骨有一股冷风在吹，回头一瞧，都快把我尿干出来了。那老太太就站在我身后瞪着我，伸手就要来掐我，好在我身上有护身灵符给挡了回去。我是不干了，赶紧敲门要出去。外面那个办丧事的看我出来一脸煞白，估计也知道什么情况了，什么都没说。我则是在外面坐着缓了很久，要么是书上的内容我做错了，要么就是这招术法对他不管用，或者说这老太太压根就是个神经病。于是我又仔细看了一遍书，上面说凡鬼附身者皆无故垫脚，后跟离地3寸，不颠不偏不移，稳走健步。为了验证老太太到底是什么情况，我决定再进去一次。重新进来后，她依旧躺在床上，拿柳条在她身上打了几下，她也不动。我说你起来呀，起来走2步。可她就是无动于衷，这就奇了怪了。哎，老太太起床了。随后我就拿着护身符往她身上碰，想看看什么反应。还没等放到她肩膀，一只手就抓住了我胳膊，那胳膊抓的疼得不得了。正常小老太太哪来的这么大劲儿呢？肯定有东西。虽然紧张恐怖，但还是得先想想办法。于是我直接换了另一只手，拿符往他身上扔，然后借机跑到床的另一边，弯腰往下看，但看到的却是正常后脚跟着地，也就是说可能不是鬼附身。那这是个什么情况呢？再等我要起身，老太太直接从我后背掐着我的脖子，折腾了好半天，她才把我松开。这还驱个屁的鬼了，赶紧趁这个机会跑吧。边跑边喊办丧事的开门，心脏是真受不了，太吓人了。如果不是鬼魂借尸的话，只能在翻书找了。从老太太的特征来看，只是掐人。我还问他儿子，老太太生前是不是不爱剪指甲？但他儿子说没有啊，我妈可爱干净了。也就是说，老太太的指甲是后来才长出来的。以前听人说过，人死之后那个指甲还会再长，长到尸体腐烂，有的发黑，有的发绿，而这个老太太的就是发黑。我就赶紧在书里找啊找，终于找到了2个字眼，指甲。这是出现在这本书里给我感觉有点恐怖的术法，叫劈棺摇石术。人死口堵，混沌杂气为一魄未散，此一气若流于口中化为虚，则易受阴邪侵扰，五周有阴灵邪物，见此皆可趁虚而入。大体意思就是人还没死绝的时候，容易被附近的东西趁机上身，如果不治治的话，还真有可能变成僵尸害人。同时书里面呢有专门治尸体的术法，可是需要灵符和咒语，我根本就不会。最后没办法了，只能用桃木剑进去逼他。柳条打鬼，桃木镇妖，应该可以。进去后没想到还真管用，我胆儿也是大了起来。早知道姨奶给的桃木剑这么牛逼，我还扯那些干啥呀？直到最后老太太张嘴咳嗽一声，好像嘴巴里吐气一样，紧跟着我就听见房间里有什么东西在响，一看是旁边的柜子里，我就小心谨慎地用木剑在柜子上敲了几下，那个门开了。突然从柜子里跳出了一只黑色的大老鼠，是真的大，跟猫都差不多了，我也是生平第一次见。然后赶紧喊他们都进来抓，不过那个老鼠跑着跑着好像就动不了了。最后老鼠停在墙角，办丧的抄起椅子就是一砸，直接让它冲开了。之后办丧的好像明白了，说就这么回事啊。我跟你们说，人死后之所以要守灵，就是守着不让动物接近，防止动物借着尸附身后到处咬人。这老鼠这么大都成精了，应该是被你的桃木剑打得元气大伤，所以才离开了老太太的尸体，再跑也就不行了，必死无疑。我们转头再去看老太太，完全没了动静，只是一具僵硬的尸体，手上的黑指甲也在慢慢消失。随后就听见办丧的嗷唠一嗓子，轿子跪。他儿子这才跪倒在老太太床前，哭个不停。不过这也太容易了吧，我寻思这桃木剑比那豌豆炮弹还牛逼，要是以后再遇见这种就可以直接出手了。不过做人吧，还是不要太得意的为好，
我也是到后来才知道，老太太这件事儿只是我刚入行接触到最普通不过、最容易解决的事儿了。因为动物修行是不够的，所以想借人的尸体一步登天，但一旦遇到有点道行的，直接镇压就废了。而这件事儿呢，也总算是告一段落，我也理所当然的收了一些钱。平凡的日子还是要过的，现在的我好像胆儿都大了一点，毕竟看到了那么多东西，也该有免疫能力了。至于后面的事儿，容我改日再说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有喜欢的小伙伴，还请多多3连支持一下。如果有相关经历的，可以后台直接私信阿茶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